中国有两个天大的误会。中国人一直以为当权者在下大棋，当权者一直以为中国人很有钱。可事实是，中国人没钱了，当权者也不会下棋了。2025年5月20日，一个值得写进教科书的日子，中国的银行系统终于按下了惊天一跳。中国的5大行，工行、农行、中行、建行、招商行罕见同步发布公告，活期存款利率正式下调至 0.05%。对，你没看错，是 0.05%。这已经不是躺平，是彻底趴下了，距离零利率仅有一步之遥。甚至可以说，这是中国金融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利率新底线，自1949年以来的首次。连他们自己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但他们也管不了了。逼钱出笼成了最高优先级。这个国家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，让你把钱拿出来花出去，不要再躺在银行里当死人钱了。但现实却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。我们都以为居民存款是个无限池子，可今年第一次它开始缩水。根据央行数据，2025年第一季度，全国居民储蓄余额为 89.7 万亿元，较2024年底减少了整整 2.9 万亿元，环比下降 3.2%。什么概念？这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17年首次出现季度性的居民存款负增长。储蓄在减少，并不是因为消费热了，恰恰相反。2025年1至4月，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仅为 0.2%。你没看错，是 0.2%， 几乎是原地踏步。要知道，2021年时民间投资同比增速还有 26%， 现在连 1% 都保不住了。而消费呢？ CPI 直接跌成了负数。2025年4月，全国 CPI 同比下降 0.1%。消费没起色，物价在跌，说明什么？经济在冷，信心在失，人们连花钱的勇气都没有了。在这种时候，央行还在降息，还在放水，你说你是在刺激经济，其实是病急乱投医。更讽刺的是，央行居然还在讲误解。不久前，央行行长表示，降准、降息等一揽子政策即将落地，目的是激发市场活力。潜台词是，老百姓明明有钱，就是不愿意花，要用低利率逼你拿出来用。可是现在，所有人都清楚，大家不是不想花，而是根本不敢花，更花不起了。你以为我们家家都有存款几百万？现实是，2024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4.9 万元，其中中位数更低，仅约 3.8 万元。房贷一还，孩子一养，父母一病，银行里连1000块的活钱都捞不出来了。这不是误解，这是真相。回顾这2年的利率变化，只能说降得太快，像一场金融撤退战。2023年7月，存款利率进入 1% 时代。2024年10月，定存利率大降25个基点。2025年5月20日，活期利率直接跌到 0.05%。你以为这只是银行调利率吗？不，这其实是银行业的生存反应。来看一个关键数据：2025年第一季度，全国商业银行净息差为 1.43%， 较2024年第4季度下降9个基点。其中国有大型仅为 1.33%， 已经逼近微利线，几乎无利可图。为什么？因为企业不借钱，居民不消费，银行找不到出路。贷款没人要，理财没人买，连放贷也得赔钱。银行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资金黑洞，没人进，没人出，只剩表演和内耗。利率一降到底，不只是国有银行，连股份制银行也跟进了。招商银行、光大银行、平安银行、中信银行、兴业银行、浦发银行、民生银行、
广发银行、华夏银行基本权限把定存利率拉进了一时代。例如，招商银行1年期定存利率为 0.95%， 3年期仅 1.25%， 5年期也不过 1.3%。这已经不是你熟悉的中国银行业了，这是一场系统性的衰退，是全行业的主动割肉。分析师普遍认为，今年银行的净息差将在下降10至15个基点，盈利空间将更被压缩。也就是说，你存钱，银行亏钱；你贷款，银行也赚不到钱。除了存款利率，贷款利率也被迫下调。5月20日，央行将1年期和5年期 LPR 分别下调至 3.0% 和 3.5%。要知道，这已经是不到1年内的第3次 LPR 下调。2024年7月负10个基点，2024年10月负25个基点，2025年5月负10个基点。这不是宽松，这是没办法。货币政策正在疯狂按 F5 刷新键，但系统已经卡死。房子卖不动，物价涨不上，工资上不来，降息这剂药已经失效。说到底，不是大家不想买房、买车、创业，是根本没信心了。年轻人找不到工作，大学毕业即失业，房产成为负资产，买了就亏。出口跌，外资走，制造业没订单，民营企业不敢扩张，外企纷纷跑路。这时候，你让人拿钱出来消费，你拿什么说服一个负债300万的房奴，把仅剩的几千元存款拿出来买 iPhone？ 你如何让一个被裁员5次的打工人去开一家小店重新开始？中国的问题早就不只是钱的问题了，而是信心的问题，是制度的问题，是未来的问题。而这个问题，利率解决不了。如果你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调息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这是一次集体裸奔式的金融信号释放，是中国银行体系向市场公开承认我们撑不住了。一边是居民存款减少，流动性干涸，一边是银行放贷无门，净息差急剧压缩，利率降到历史最低点，也压不出一滴投资意愿。这是中国经济机器的一次巨大熄火，而高层似乎还没找到重新点燃它的办法。回顾过去20年，中国人有3个理财常识：钱放银行吃利息，钱买房子赚差价，钱进股市搏一搏。但现在呢？3条路全封死了，房市死了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4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8.5%， 销售额下降 14.6%， 一线城市二手房挂牌量同比增长 67%， 平均成交周期超过90天，价格却不涨反跌。北京5环外某楼盘，开发商直言买房送车位、送家电、送5年物业费都没人看。上车早的在亏钱，上车晚的根本不敢碰。股市呢？上证指数从2021年高点回落超 20%， 创业板跌幅更大。新股破发已成常态。2025年第一季度 A 股退市公司数量超过80家，创历史新高。散户普遍表示现在不玩了，怕了。消费呢？看起来数据还在增长，实则透着一股刺骨寒意。2025年4月，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5.1%， 看起来是正增长，实际却低于此前数月，并未跑赢通缩压力。汽车、家电等大件消费几乎全面下滑，餐饮业则更是冷得可怕。美团数据显示，一线城市外卖订单增速放缓至 3.7%， 而3、4线城市多地同比下降超 10%。人们的钱正在逃离一切不确定性的市场，躺在账户里装死自保。长期以来，许多人总觉得国人有钱，但那只是幻想。根据央行数据显示
2025年一季度居民存款总额减少 2.9 万亿元人民币，环比下降 3.2%， 这是2008年以来首次出现季度负增长。同时，居民短期消费贷款减少2500亿元，中长期购房贷款下降6000亿元。这是实打实的数据，钱没了，不是大家不愿花，而是根本没有了。老百姓没钱，企业更没钱。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，2025年第一季度全国企业所得税同比下降 11.5%， 民营企业经营利润同比下降 14.3%。尤其是制造业、小微企业几乎全线告急，部分地区企业倒闭潮正在上演。在浙江义乌，2025年4月1个月内注销个体工商户超 1.5 万户，创下阅读历史记录。深圳龙岗一带的电子厂关门率已超过 30%。一位失业的流水线工人对记者说：“老板倒了，我的房贷也断供了，现在我1分钱都不敢花。”可你以为钱没花出去，银行就能躺着收息？错，银行快撑不住了。根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，2025年第一季度全国银行业整体净息差仅 1.43%， 其中国有大行仅为 1.33%， 股份制银行为 1.56%。 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存在银行的钱，银行借出去赚的钱，扣掉成本后竟赚不到1毛3，这还是平均数。有些地方性银行已经开始亏本运营，比如今年3月曝光的辽宁锦州银行事件，资金链断裂引发存款提现困难，虽然最后被紧急维稳，但在业内引起巨大震动。银行赚钱的能力一再恶化，利差越压越低，风险越滚越大。而居民还在疯狂涌向银行存钱，存款搬家潮正在全国上演。数据显示，仅2025年第一季度，邮储银行新增活期存款超4000亿元，是同期平均水平的3倍。人们把钱从小银行转向国有大行，再从国有大行转向香港银行海外账户。一位在深圳工作的中产家庭主妇表示，只要国内不出事，我不会动它。一旦有风吹草动，我宁愿提前损失，也要全转出去。曾经我们一度以为只有日本、瑞士这样的极端经济体才会走到零利率，没想到中国也一步步走到了这条路上。这不是数字游戏，而是社会信任系统的全面塌缩。利率是信心的晴雨表。如今活期利率 0.05%， 代表什么？是我宁愿你不来存钱，是我不再需要你的钱，更是我不知道还能怎么挽救经济。当权者从未承认经济崩塌，但每一个普通人都已感受到含义。生活艰难，工作难找，物价奇怪的高，而收入却停滞，存的钱还贬值。无论是高楼林立的城市，还是安静破败的县城，大家都在问一句话：我该怎么办？2025年5月的这场利率大跳水，不仅是一个政策动作，而是中国经济某种底层逻辑的终结。过往30年，储蓄投资增长的循环看似稳定，但实际上全靠2个支柱：土地财政。高储蓄换高速投资。现在土地财政崩了，地方政府债务率突破 350%， 已无力造血，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通道也被封死，没人敢投，没人敢借。哪怕你利率降到0，也不可能把死水点活。连一贯唱多的中金公司都在4月发布报告指出，2025年中国经济可能进入低增长、低通胀、低信心的3低陷阱。一个大国一旦进入这种状态，想再走出去，代价巨大。五大行史无前例利率下调只是开端。你看到的是公告和数据，我看到的是一只巨兽正在挣扎着保持体面。一场冷静的、无声的金融地震已经开始蔓延。你可能会觉得无能为力，
但你必须知道，这不是风暴前的宁静，而是风暴已至。很多人还以为风不会吹到自己家，但这风早已扫过你我身边的每一寸土地。记住这一天，2025年5月20日。从今天开始，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纪元，利率趋零，信心归零，幻想归零。接下来只剩下一场真实而残酷的大清算。